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随着小医仙和谢碧妍开打，毒宗和万邪门也开始陷入混战。萧炎随手将一名偷袭他的斗王强者震退后，无涯带着先前叛变的一名长老出现在萧炎身前。无涯看着萧炎的目光满是怨毒，他们两人一个是斗皇巅峰，一个是4星斗皇，压根没将萧炎1星斗皇的实力放在眼里。萧炎扫过四周的战圈，发现毒宗略显下风后，直接施展天火3玄变，想要快点解决这两个老家伙。无涯看出萧炎实力大涨的缘故，想着只要拖萧炎一段时间，等他虚弱下来，要他命易如反掌。却没想到萧炎一记8级崩，再加2次近身猛攻，就直接让那名4星斗皇生机尽断。萧炎无视周围一道道或惊喜或骇然的目光，视线转向无涯。无涯知道自己必须迎难而上，他将斗气化为一条能量蜈蚣，可惜这条蜈蚣一下就被萧炎的开山印破开，随后萧炎闪现在无涯头顶，将他砸到重伤昏迷。吞下几枚恢复斗气的丹药后，萧炎就准备将坠落的无涯斩草除根。一声怒吼凭空炸响，一道凌厉的劲风出现在萧炎身后，萧炎并未转身抵御，脚掌上银芒闪动，身形悄悄一颤。等谢山发现自己击中的是萧炎的残影时，萧炎已经出现在无涯头顶，直接给他来了个一击毙命。眼看萧炎当着自己的面击杀无涯，谢山暴怒地喊着：混蛋，我万邪门定与你不死不休。萧炎拍拍手，望向满脸狰狞要他报上名来的谢山，淡淡的说自己名叫炎萧，让谢山牢记在心。萧炎说完，看了下周围混乱的战场，见毒宗的强者还算争气后，心中略微松了口气。谢山气急败坏地拿出一截蓝色哨子，一道低鸣声响起。就在萧炎心生疑惑时，整座山峰猛地颤抖了一下，一道庞然大物从不远处布满毒雾的山涧中冲出来，出现在众人眼前。萧炎的脸色微变，这是一头足有几十丈庞大、货真价实的6阶魔兽4翼天魔蝎。谢山和这头4翼天魔蝎的攻击十分默契。就在萧炎有点头痛时，紫妍出现在天魔蝎面前，说这个大家伙交给他，让萧炎安心的收拾谢山。紫妍那看似白嫩嫩的小手将天魔蝎打得颤抖着倒退，不断的败退，让4翼天魔蝎开始暴躁的对着紫妍一通乱夹。看着逐渐发疯的天魔蝎，紫妍直接抱住他的一只巨钳，一股强烈的紫光从他体内暴涌。随后紫妍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抱起天魔蝎，甩向万邪门山门所在的地方。受了些伤的天魔蝎双眼血红的冲着紫妍攻击而去。看到紫妍一脸兴奋地迎了上去，萧炎忍不住大笑一声，嘲讽谢山的正宗魔兽有些不太行。谢山阴恻恻地让他不要得意得太早，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胜利者。可惜现在的局势，不管是强者之间的大战，还是地面上普通弟子之间的厮杀，都已经倒向了毒宗。谢山和萧炎交手没多久，正和小医仙交战的谢碧妍让他发信号将那人召唤出来。想到那个人的实力，谢山冲着萧炎狰狞地笑着说：小子，不管你今日如何蹦跶，我万邪门都是赢定了。在谢山的召唤下，万邪门深处传来一道磅礴的气势，这道气势让战斗逐渐停止，一道浓郁的黑雾涌现，这人便是魂殿的铁护法。小医仙目光冰冷，缓缓地说：没想到果然是你。铁护法淡淡地说：我们本来能够有一笔很好的合作机会，不过你执意要破坏合作，那我也只能另寻合作伙伴了。铁护法让谢碧妍先拖住小医仙，等他将毒宗强者的灵魂尽数收了后，再来收小医仙。铁护法射出锁链，强行吸入毒宗2名斗王强者的灵魂，吞入体内。萧炎目光阴沉地望着天空上的铁护法，这人虽然和雾护法的等级相同，但实力却要弱上一些。看着萧炎阴沉的脸色，谢山以为他被铁护法的手段震慑到了。见萧炎不搭理他，谢山心头无名火一冒，冲着铁护法恭敬地请他擒拿化名炎萧的萧炎。铁护法嘲讽了一下万邪门的人越来越不中用后，就甩出锁链擒拿萧炎。在萧炎接连躲开他的锁链攻击后，铁护法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7、8道锁链爆射而出，将萧炎所有的退路尽数封锁。但就在即将击中萧炎的那一刻，空间猛然扭曲，
锁链落空，铁护法愣了一下，不满地说：“不知哪位斗宗隐藏在此，还请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……”美杜莎出现在萧炎身旁，淡淡的说：“否则的话，你又能怎样？”萧炎看了一眼从美杜莎出现后就陷入呆滞的谢山，让美杜莎小心点，等他将谢山收拾了，就来帮他。美杜莎知道萧炎此行的目标是魂殿护法，绝不会让他跑了的。铁护法被美杜莎无视自己的态度弄得有点火，即便他是斗宗强者，在魂殿眼中也算不了什么，日后他会为今日得罪魂殿的决定后悔。美杜莎觉得魂殿的人总是喜欢说这种无谓的话，铁护法眼神一闪，没想到美杜莎还遇见过其他魂殿的人。美杜莎并没有回应他的话，而是直接和他打了起来。谢碧妍得意的脸色从美杜莎出现后便凝固了下来，但他修炼了这么多年，就不信连小医仙这个小辈都收拾不了。谢碧妍一把将衣袍撕开，一条犹如活物般的血色巨蝎纹身浮现。谢碧妍进入斗宗不久，遇见了一头重伤即将突破到斗宗的血魔蝎皇，他费尽心机将其击杀后，便将他的灵魂封印在自己体内，逐渐炼化。今日他就让小医仙试试万仙门血魂诀大成后的威力。说完，谢碧妍就变成了一个半人半蝎的怪物。此时的他实力能和5星斗宗相匹敌。萧炎察觉到谢碧妍的变化，心中一沉，就准备去帮小医仙，但却被谢山拦住了。就在萧炎和谢山缠斗间，谢碧妍也对小医仙发动了攻势。小医仙吃了个暗亏后，将咬破的手指缓缓移到额头上，随着一个奇异的符文出现，谢碧妍顿感不安。小医仙浑身散发出一种诡异的气息，谢碧妍是第一个让他彻底解开恶难毒体的人，死在这之下也算对得起他的身份了。小医仙施展出天毒牢笼，封锁住了这片天空中的天地能量。谢碧妍用斗气将灰紫雾气隔绝开，一股磅礴的能量从他体内暴涌。萧炎将目光从灰紫空间收回，他无法探知其中的情况，现在只能等待最后的结局。随后萧炎看向谢山，既然谢山这么想和他交手，那今日必然要让他满意。听出萧炎话中的杀意，谢山脸色微变。两人打斗之际，谢山一边急忙驱逐体内的炽热劲气，一边躲开萧炎的攻击。闪退时，谢山见萧炎并未追上来，正想冷笑，他的身后出现一道娇小的身影，吃我一拳。感受到身后的恐怖力量，谢山强行转身，将手中的蓝棍挡在胸口上，蓝棍直接断裂，而紫妍的小拳头也落在了谢山的胸膛上。这一拳将谢山直接打成重伤。暴怒的谢山身形暴退间，怒吼着：“混蛋，大混蛋，竟然偷袭！”萧炎脚掌上银芒闪动，赶紧前来痛打落水狗。谢山疯狂催动斗气想跑，再这么下去，他一定会和乌鸦一样死在萧炎手中。谢山一边跑一边大声让万仙门的长老支援。下方万仙门的长老们非常努力，也才跑脱了2人前来相助。可惜他们刚冲出去就被紫妍拦了下来。这边的萧炎已经追上了谢山，谢山浑身冰冷，转过头看到萧炎的拳头砸过来，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着不要。可惜最后他还是死在了萧炎的手中。谢山一死，万仙门的强者们眼眶欲裂，他们强行摆脱各自的对手，怒吼着冲着萧炎而去。萧炎看到眼前10几道身影，吓了一跳，看样子这些家伙真的是被自己刺激的要疯了。好在夺宗的强者也不是吃素的，很快就追了上来，将萧炎围住。他们让萧炎先歇息一下，接下来的事交给他们做好。另一边的铁护法也知道他和美杜莎的战斗不能再拖下去了，他对恶难毒体也颇为知晓，一旦小医仙胜了谢碧妍，到时候2打1，他的胜算很低。想到这里，一团透着灵魂波动的黑雾悬浮在他面前，铁护法猛地一张嘴，将灵魂吸入嘴中。随着他吞噬的灵魂数量增加，实力也变得越加强悍。萧炎想到当初雾护法吞噬云山的事，急忙喊着：“彩铃，动手，不要让他吞噬灵魂。”在美杜莎的攻击下，铁护法的魂带爆裂，一道道虚幻的灵魂溢出，疯狂的四处逃逸。这么多的灵魂逃跑，铁护法一想到自己将要面临的惩罚，顿时杀意暴涨到极致。不管美杜莎是何来路，他定要用他的灵魂来抵挡那些逃跑的灵魂。面对攻势变得疯狂的铁护法，美杜莎一时间落入下风。萧炎连忙让紫妍为自己护法，开始结起了翻海印。
他毕竟才刚刚进入斗皇级别，施展翻海印极为吃力。好在最终一个巴掌大小的碧金手印还是出现在他手掌上，手印中蕴含的可怕能量引起了双方强者的注意。萧炎大喊着让彩铃退开，彩铃一退开，萧炎就将翻海印脱手朝着铁护法而去。铁护法刚准备闪退，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手印锁定。等看清这个手印后，铁护法失声尖叫道：“竟然是地印诀！”不远处的萧炎听铁护法认出了翻海印，眼中杀意大盛。当初薰儿特地叮嘱过他，让他不到关键时刻不要轻易施展，否则万一被人认出来，定然会有麻烦。认出地印诀的铁护法脸色极度凝重，他凝聚出一颗脑袋大小的漆黑能量球。黑球浮现后，铁护法浑身气息陡然间萎靡了许多。翻海印和能量球撞击在一起，空间瞬间变得极度扭曲，黑绿色能量一时间席卷天际。萧炎和铁护法也被囊括其中。好在美杜莎一直关注着这边，一见情况不妙，就将萧炎和紫妍拖走了。铁护法离得太近，被能量余波波及。随着能量逐渐平息，有些狼狈的铁护法一现身，便传出一阵剧烈的干咳声。铁护法身前的黑雾也变得稀薄了许多，他的脸色极其难看。魂殿中人都知道，遇见修习了地印诀的人，定然要极度谨慎。一想到萧炎有可能是古族中人，铁护法立刻就想遁走，但他身形刚退，美杜莎就追了上来。之前施展的黑球消耗了铁护法极大的能量，现在的他根本就打不过美杜莎。美杜莎凝聚出一条巨大的七彩巨蟒，朝着铁护法而去。铁护法知道自己打不赢，扭头就跑。在被追上之后，他大声说自己是魂殿之人，美杜莎若是敢杀他，魂殿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见搬出魂殿，美杜莎依旧不肯放过自己。铁护法嘴上大喊着说要和他拼个鱼死网破，但却悄悄借助黑雾的掩护逃跑。美杜莎微微摇头，直接出现在他身后，将他彻底打成重伤后，用七彩能量将铁护法封锁住。随后，美杜莎拎着能量膜出现在萧炎身前。萧炎心中松了口气，费了这么大的劲，终于是将魂殿这个家伙搞定了。美杜莎见铁护法还有力气在大吼大叫，顿时将能量膜收紧到粘附在铁护法身上。笼罩在铁护法身上的黑雾消散，美杜莎和萧炎看到他的本体是一道有些虚幻的灵魂体时都愣住了。美杜莎一脸错愕，以为自己抓错人了。萧炎摇摇头，魂殿既然以魂为名，抓捕的目标又是一些强悍的灵魂体，或许魂殿的一些强者本体也都是灵魂体。萧炎将手掌伸进能量膜中，用陨落心炎让铁护法伤上加伤后，便将铁护法塞进了一个用异火封口的玉瓶中。等将这里的事情解决后，再来好好拷问他。看到萧炎脸色苍白，美杜莎关心地问他：“没事吧？”萧炎只是刚刚施展翻海印，导致斗气消耗太多，并不碍事。他看着美杜莎，轻声对她道谢。美杜莎偏开头，随意地说：“若不是萧炎让他消耗太大，自己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将他制服。”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若不是美杜莎在前方拖延，他也没有时间施展自己那半生不熟的翻海印。就在萧炎刚想说话时，他的脸色一变，看向终于有了动静的灰紫色牢笼。灰雾散开，浑身布满血痕的小医仙凌空而立，他的对面正是极度狼狈、浑身鲜血的谢碧妍。谢碧妍没想到彻底解开恶难毒体的小医仙竟然这么难缠，他让小医仙不要得意，恶难毒体每次爆发都会离彻底失控更进一步，看小医仙的样子，怕是要不了多久就会到那种地步。萧炎带着美杜莎和紫妍来到小医仙身旁，说不用再废话了，直接解决掉他吧。见萧炎他们将铁护法解决掉了，小医仙十分惊喜。美杜莎看向谢碧妍，问小医仙要不要他帮忙出手。小医仙不愿落在美杜莎之后，摇摇头。谢碧妍体内已经被他打入了恶难毒血，今日难逃一死。谢碧妍没想到铁护法竟然落个这般的下场。萧炎耸耸肩，不止铁护法，就连谢山今日也是这般下场。谢碧妍脸皮一抖，目光怨毒地盯着萧炎。一旁的小医仙不耐烦地开始催动谢碧妍体内的恶难毒血，随着恶难毒血的侵蚀增大，谢碧妍嘴中不断涌出鲜血。今日他或许是难逃一劫，但他要他们付出血一般的代价。
就在美杜莎以为谢碧妍想要自爆的时候，满身血泡爆裂的谢碧妍嘴巴一张，一道漆黑的光芒瞬间从她嘴中爆射出来。这道黑芒的速度之快，让小医仙和美杜莎只来得及建立自身的防御，却没想到这道光芒在即将撞上他们身体时，猛地一拐，对着一旁的萧炎而去。这道黑芒瞬间侵入萧炎的身体之中，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一块拇指大小的黑斑，黑斑飞速地蔓延出一丝丝细小的黑线到萧炎全身的穴位和经脉中。萧炎陡然抬头问谢碧妍干了什么。吐出这道黑芒的谢碧妍犹如苍老了数倍一般，萧炎杀他万仙门这么多人，他又岂会饶过他？美杜莎的小手在萧炎身上来回摸动，焦急地问他没事吧。小医仙脸色凝重，一把扯开萧炎的衣袍，顿时萧炎胸膛上众多的诡异黑斑出现在三人视线中。小医仙深吸一口气，咬着银牙骂道：竟然是魔毒斑，这个老王八可真狠呐！魔毒斑是将全身毒斗气凝聚在一起，射入敌人体内，最后形成一块黑斑。这块黑斑会不断释放毒线，当毒线遍布身体每处穴位时，中招之人体内经脉便会溃烂，最后受尽无数痛苦，缓缓死去。而施展魔毒斑的人，毕生斗气也会随之散去，变成一个废人。听到小医仙的话，萧炎三人脸色猛地一变。美杜莎阴沉地问：怎样才能将之化解？听到小医仙说谢碧妍的魔毒斑就连他也很难解后，冲天的杀气从美杜莎体内暴涌，他闪现在谢碧妍面前，一把抓住她的喉咙，让她交出解药。谢碧妍施展了魔毒斑，本就活不了多久，能让萧炎给她陪葬也算划得来。美杜莎一把将谢碧妍的手臂扯了下来，要她说出解药。谢碧妍额头上满是冷汗，但却很是开心。美杜莎对他越狠，说明那小子在他心中地位越高，这样他就会越加痛苦。美杜莎威胁他说自己会让万仙门所有人陪葬。谢碧妍脸上笑容凝固，片刻后闭上眼睛，让美杜莎想怎样就怎样吧。魔毒斑即便是施展的人也没有解开的办法。美杜莎的耐心被铺天盖地的杀意掩盖，直接一把将谢碧妍的心脏捏爆。杀完谢碧妍后，美杜莎体内的杀意不减反增。她看向下方的万仙门，正准备大开杀戒时，萧炎出声喊着：彩铃回来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都到这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